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地心深处的王国阿加莎。探险家们认为它真实存在，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之中呢，都有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但是他们呢，都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神秘的地下王国，它的名字呢，就叫阿加莎。它深深地隐藏在地球的内部，与地表那些饱受时间侵蚀、战火摧残、天灾肆虐的居民们是隔绝开来的。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在那些不受岁月侵扰、没有战争阴影、不为自然灾害所动的地心的一个深处呢，居然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呢，正在广阔的空间中蓬勃的发展。它是一种超越我们认知的文明，它正在悄然的绽放。纵观历史的长河呢，无数人被这个和平而强大的地下文明的故事所深深的吸引，他们渴望找到其存在的确凿证据。而这个传说中的文明呢，却拥有着远超现代人类先进技术和早已被遗忘的古老智慧。这便是阿加莎地下王国这个故事的迷人之处了。甚至有一些探险家是坚信它不仅真实存在，而且还知道其确切的位置。那关于地球空心的故事呢，就如同地底深处的回声，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流传了数千年之久。几乎每一个古老的社会呢，都有着关于地下世界的传说。那里通常都居住着比地表人类更为高级的生物。虔诚的佛教信徒坚信呢，阿加莎地下王国的存在，并认为呢，它是由神秘的世界之王统治。据说阿加莎居住着数百万的居民，并通过地球的地壳内庞大复杂的隧道网络系统与地表世界相连。在古老的印度宗教之中，也谈到了一个名为波塔拉的神秘之地，其字面意思呢为脚下之物。那波塔拉呢，被描绘成为一片美丽的土地，它是遍布连绵起伏的翠绿山丘和清澈见底的湖泊的。这与对阿加莎的描述是惊人相似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呢，波塔拉才是真正的伊甸园。当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将他们送到了地表的世界而已。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伊甸园呢是在地心深处的某一个地方。那在一本古老的玛雅文献《波波尔乌》中，也记载着关于西巴尔巴的地下文明的故事。这本书中就说呢，一对双胞胎兄弟是从这个西巴尔巴而出现的，就如同当初的亚当和夏娃一般，而成为了地表的第一批居民。而对于阿斯特克人来说呢，奇科莫斯托克呢是他们诞生并居住在地表世界的一个地方，而这个词语翻译过来就是7个洞穴。研究人员们至今呢仍然在寻找它确切的位置。其实非洲和其他拉丁美洲的这些居民，他们之中的古老的传说都同样提到了神秘的地下世界和居住在那里的洞穴精灵。在这些传说的故事之中，最一致的主题就是一个与地表人类隔绝的高度发达的地球内部文明他们真实存在。而我国的居民却将这个地下世界呢，在我们的传说中都描绘为是地狱。而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似乎都在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秘密，也就是说，在地球的深处居住着先进而又神圣的民族，是他们早期来到地表创造了人类，或者是将文明的火种呢传授给了地表的那些原始的居民。那这两种说法呢，在某种程度上呢，都很容易被理解为同一件事情，就像每一个古代文化中都存在着大洪水的神话传说一样。地球内部的故事呢，也如同地心深处的脉搏一次又一次地跳动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之中。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都分享着同一个核心神话时呢，我们不禁要开始审视这些故事的深层含义了。或许它们不仅仅是虚构的传说，这些神话呢，是否都可能指向一段真实的历史呢？一段被时间分成的古老记忆呢？然而要证实阿加莎地下文明和空心地球的存在，仅仅依靠这些迷人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坚实的证据，它就是科学的论证和可靠的目击证词。于是空心地球论被大胆地提了出来，里面就称我们脚下的星球并非是一个坚实的球体，而是一个内部拥有广阔还有未被探索空间的空心球体。早在1692年呢，著名的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就提出了一个空心地球模型。他就认为地球内部是由一个大约500英里厚的壳而组成的，在这个壳的内部是由2个同心的球体和一个位于中心的核，其直径大约应该是与金星相当的。而哈雷甚至推测壳与壳之间的空间呢，完全可以支撑生命和文明的存在。而地心的光线呢，则是由一种发光的大气层提供。到了18世纪末呢，杰出的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则运用物理计算假设了一个带有中心太阳的空心地球模型。欧拉的计算表明呢，引力会平等的向各个方向的推动物质，从而就形成了内部空心的一个球体。那么现代科学表明呢，对于地表之下的空心球体又有何看法呢？主流科学家的角度看呢，就是地球空心论呢，似乎与我们对地球地质学的基础它的理解是相悖的。那地震的数据分析以及对地球引力场的研究都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星球是由多个同心层组成，也就是地壳、地幔和地核，
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科学模型。然而地球空心论的支持者则认为，现有的科学证据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他们指出地震的读数中是存在一些异常现象的，并声称这些异常现象可能就暗示着地球的内部是存在巨大的空洞的。他们还引用了地球上已知广阔的地下洞穴系统的存在，作为地球并非实心的证据。他们认为，如果地球是空心的，那么它完全可以容纳阿加莎这种庞大人口的一个文明。即使地球并非完全的空心如果地球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未被探索的空洞区域，那为什么它们就不能成为一个隐藏文明的理想家园呢？而一些人呢，将阿加莎的故事追溯到了古老的佛教文献里，在那里呢，它被描述成一个天堂般的国度，一个充满纯粹、和谐、先进知识的地方。而在西方世界，我们对阿加莎的了解主要是来源于亚历山大·圣伊夫，他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法国知识分子和神秘学家。他将这个阿加莎就描述成为一个神秘的文明，其人民呢是拥有远超我们理解的智慧和技术。而圣伊夫就声称，他通过他的梵语老师了解到了阿加莎的存在，而他的老师坚称阿加莎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下文明。而且这个圣伊夫对阿加莎的描述生动而细致，他谈到了被神奇光芒照耀的宏伟宫殿，以及利用地球磁场和先进技术存在的一个地心文明。那在19世纪呢，阿加莎的居民已经拥有了覆盖整个城市的照明系统、铁路，甚至航空旅行。圣伊夫相信阿加莎的居民是神圣和知识的守护者，而这些知识呢，能够给地表的世界带来和平与启蒙，甚至是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在1829年，挪威的渔民奥拉夫·詹森，他就声称他和他的父亲曾经驾驶渔船驶过北极的一个开口，进入过地球的内部。在那里呢，他们与一个巨人种族共同生活了2年，然后通过南极的开口呢，又返回了地表。他的离奇故事是被记录在了威利斯·乔治·艾默生的著作《烟雾之神》这本书中。而这本书或许是关于地心内部世界最引人入胜，也是最为详细的记述。令人惊讶的是，德国确实是在1938年对南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探险，正如我在之前关于南极的那一集中推测的那样。这也就解释了后面为什么美国在1946年派遣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呢，去往了南极。而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声称呢，德国人是拥有该地区的详细地图的，包括地表之下庞大而复杂的洞穴系统。他们甚至拥有关于如何进入地心文明的逐步的一个指示，而这些指示异常的具体，而非常的精确，就仿佛是有地心文明给他们指导过一样。里面就是说，在完成前8个简单的步骤之后，第9个步骤就是显得尤为神秘了。他们需要全速的前进至阿加莎，径直的向前，直到看到新的光芒为止。而且里面还标注说，磁极的变化以及指南针的指针和仪器的变化，你们都忽略不计，不要去管它，一直的往前走，直到看到光芒为止。甚至有传言称，在德国投降之后，一些人逃往了南极，就藏匿在这些秘密的隧道之中，他去往了地心文明。然而地球的2极并非是通往阿加莎地下系统的唯一入口，在世界各地呢，都流传着关于通往地心世界的神秘入口的一个传说，等待着一些勇敢的探险家去发现。一个被称为行星网络系统的一个神秘概念，就描绘了一张遍布地球的无形能量网络。那据说呢，这些能量网线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星球上的一切，从古代遗址的布局到动物迁徙的奇特模式，都是这个行星网格的理念。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他们相信呢，一种名为翁法洛斯的概念，就是意指地球的中心点。从20世纪20年代呢，一名叫做阿尔弗雷德·沃特金斯的敏锐观察者，他就注意到许多古代的遗迹呢，似乎都沿着难以解释的直线在排列。他们将这些神秘的直线称为来线。尽管一些人认为它的理论仅仅是巧合，但是另一些人呢，则在这些直线之中看到了与地球地理相关的一个深层的模式。而更近期的理论呢，是由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的统一向量几何理论，则认为地球被一个由120个相同的三角形组成的无形网格所覆盖。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网格据说是与全球重要的历史的地标精确对齐的。比如说宏伟的吉萨大金字塔为例，根据统一向量几何理论，它的建造的位置绝非随机，而是占据了这个全球能量网格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同样的道理呢，似乎适用于其他令人敬畏的古代地标，例如说神秘的巨石阵啊，高耸的马丘比丘啊，迷人的纳斯卡线条啊，甚至连充满诡异传说的百慕大三角也都在其中。更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南北2极之外呢，通往传说中的阿加莎地下王国的入口呢，据说也隐藏在这些行星网格的关键节点之中。
其中通往空心地球的第一个被提及的入口呢，就隐藏在希腊神秘的泽罗斯洞穴之中。而这个洞穴呢，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以及失落的文明亚特兰蒂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希腊跨越蔚蓝的地中海呢，我们就来到了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那几个世纪以来呢，这座火山一直被当地的居民视为通往地球深处的神秘门户。那如果继续向南穿过地中海，则是巍峨耸立的吉萨金字塔了。乍一看呢，吉萨金字塔似乎与通往地球内部的通道毫无关联，但是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了解到，其实这个金字塔下方是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系统的，其中就包含了地下河流、神秘的水库和错综复杂的隧道。那借助探地雷达等先进的技术，新的洞穴和隐藏的密室都不断的被发现，似乎都印证着古老传说的一个真实性。据说地球的另一个神秘入口就隐藏在传说中比较富饶的所罗门王的矿井之中。而所罗门呢，是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国王大卫的儿子，他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个人财富而闻名于世。据说他的财富呢，是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之一。而著名的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和其勇敢的主人公艾伦·夸特梅因，更是让所罗门王的矿井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但许多的寻宝者坚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并长期以来呢一直在不懈地寻找它。那根据历史的记载，所罗门王的财富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对铜矿的开采，而这些矿井的开采呢，大约是在公元前13世纪。但巧合的是在2008年呢，考古学界可能就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在约旦的库尔巴特埃尔内霍斯呢，一座古老的矿业城市呢，居然被挖掘了出来。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就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铜矿和一个铜的冶炼营地，其运作的时间呢，恰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13世纪。更令人兴奋的是，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个人物品，包括当时的衣物、精美的陶瓷、古老的织物，甚至各种工具。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呢，该遗址是一个高度发达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定居点。而且这些物品的年代呢，恰好与传说中富饶的所罗门王矿井的年代相吻合。难道这都是巧合吗？据说下一个通往地心入口的位置呢，是神秘的印度的拉玛。最近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古老的地下城市其规模和复杂的程度呢，令人震惊。包括我国的西藏，同样也流传着许多关于地球内部世界的古老传说，之前宇哥也讲过。因此呢，在宏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之下，我也是相信隐藏着通往地心入口，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其中一个著名的入口就是位于一个叫做顺神的地下城市。根据古老的传说，这个城市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有神秘的僧侣守护着。令人惊讶的是，在西方世界呢，也存在着通往地球内部的一个神秘入口。比如说在阿根廷壮丽的伊瓜苏瀑布呢，据说就在其著名的瀑布的下方的某个地方也隐藏着一个地心的入口。还有巴西的马托格罗索地区也流传着一座名为波西尼亚的古老城市传说。据说这座城市也是由亚特兰蒂斯文明摧毁之后幸存的剩余亚特兰蒂斯人所建造的，它同样也被认为是通往地球内部的一个门户。甚至美国也存在着通往地心的神秘入口，就在肯塔基州巨大的猛犸洞穴。自第一批美洲原住民数千年前抵达那里以来，就被当地人认为是通往地球深处的通道。而美国最著名的空心地球的入口，也就是神秘的沙斯塔山了。之前宇哥也讲过，因为传说中一个名为叫特洛斯的先进地下城市就坐落于这个沙斯塔山下，并且至今仍然有居民居住在那里，甚至有许多未经证实的证据表明呢，那里可能正在发生着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因为许多的地球地心的入口处都与很多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频繁的发生有关，这或许并非仅仅是巧合。因为每当只要有人提及不明飞行物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仰望抬头看向天空嘛，搜寻遥远的宇宙迹象。然而事实证明呢，我们寻找的方向可能一开始就错。当我们试图寻找不明飞行物时呢，我们总是想象它们是来自于遥远的恒星之外的外星访客。这种可能性呢，当然存在，但是有理论大胆地提出说，不明飞行物并非是来自于另一个星球，而是来自于我们脚下的地球内部。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地球内部居住着类人的生物，似乎要比一些外星生物从浩瀚的宇宙中跨越而来到地球更为合理。而且我们所谈论的外星人几乎都是类人型的生物，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无论是神秘的小灰人还是高白的那个外星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与我们人类有着相似的身体结构，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两条腿，两个胳膊，甚至这些生物的体型也与人类体型相近。而宇宙那么浩瀚那么大吗？
我更倾向于认为，如果它是从宇宙其他星球来的，在不同的生物群落、不同的生态系统，在相隔数光年之外的不同的星球上进化出的生命，应该其外貌与人类是截然不同的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它们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地球的内部，只是生活在我们通常无法触及的隐秘之地而已。我们经常看到许多的不明飞行物是从海洋中出现的，但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海底基地，至少呢是没有可靠证实的。因此呢，一种大胆的推测就是，其中一个或者是多个基地就是位于海洋的深处，在空心地球的内部。因为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藏身之处了。最早有记录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呢，甚至可以追溯到1850年。当时的德哈文船长和他的医疗官在北极的冰原上空呢，目睹了他们最初认为是气球的物体。然而当他们疑惑之际呢，第二个物体也出现了。紧接着这两个物体竟同时消失在他们视野之中，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吞噬。时间来到1952年，在阿拉斯加北部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哨所呢，雷达也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速度移动的奇异物体。它的时速当时达到了1500英里，这远远超出了当时在地球上的任何已知的飞行器的速度。那3架喷气式战斗机当时紧急升空奋命前去调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喷气式飞机靠近它的时候呢，雷达屏幕上的信号竟然开始减速了，最终悬停在了当时的空中。仅仅几秒之后呢，那个神秘的物体便以比之前更快的速度加速，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冲出了雷达探测范围，最终航向指向说那个神秘物体是跑向了遥远的北极。在1960年，位于格陵兰的图勒的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站一度以为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因为雷达系统追踪到了多个物体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那里。除了苏联发动的导弹袭击之外，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而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英国和加拿大的军事基地都被迅速的动员起来，而北美的防空司令部和战略司令部都接到了最高级别的警报。然而就在全球神经紧绷之际，雷达信号突然之间改变了航向，消失在了北极附近的某个神秘的地点。甚至世世代代居住在北极地区的这个因纽特人，在他们古老的传说神话之中，也早已融入了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神秘故事。在因纽特的雪橇岛，因纽特人流传着一个关于巨大的如同月亮般燃烧的火球呢，当时在他们的部落上空从天而降的一个古老传说。据说这个神秘的物体被发现不久之后呢，一个被描述为拥有人类骨骼的奇异生物出现在他们的村子里。根据古老的传说呢，说这个不速之客当时还并不友善，他残忍地杀害了当时的大部分村民，而这些仅仅是无数关于来自于海洋或两极地球内部的不明飞行物和神秘访客的故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至此呢，我们已经了解和掌握了很多的目击证词。在今年年初呢，地球的内核还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它呢居然突然停止了旋转。虽然现在的地核已经重新开始旋转了，但其旋转的方向呢，居然与以往截然不同。没有人真正的知道造成这种离奇现象的确切原因。我们所能做的呢，也就仅仅是基于现有的知识进行一些猜测。那主流的科学界普遍认为呢，地球拥有一个固态的铁组成的内核，其直径大约为400英里。由此可见，新的科学发现总是在不断的涌现。而我们目前呢，对于地球内部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间接的数据和有根据的推测而已。那为什么地球就不能是空心的呢？或者至少拥有巨大的空洞的空间呢，来支持我们尚未发现的生命形式？那怀疑论者就认为地球的内部不可能存在生命，其主要的根据呢，就是那里缺乏液态水。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2014年呢，科学家们在地表以下数百英里的深处是发现了大量的水的，不仅仅是一点点水，他们发现的水量之多，足以3次填满地球上所有的海洋。正如一项研究指出的那样，地球上大部分的水并不在地表，而是在地表以下250到410英里的过渡带。这是一个将上地幔和下地幔分开的一个缓冲层。既然那里已经发现了水，那我们就不禁的要好奇嘛，地球更深的内部还可能隐藏着什么未知的秘密呢？那更令人震惊的是，在2019年呢，普林斯顿大学的地质学家发现了一项让整个科学界就为之震惊的研究发现。他们利用超级计算机对有史以来记录的一些最大的地震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包括1994年袭击玻利维亚的那场毁灭性的8.2级地震。如此巨大的地震在整个地球的内部居然产生了回荡，我们或许无法直观地感受到它们，但是精密的地震仪器却能够敏锐地探测到这些能量波动。而分析的结果就显示，在地表以下存在着广袤无垠、非常宽阔的平原，它比喜马拉雅山脉还有高耸的山脉，这些居然都深藏在地球的内部。那它有多深呢？
答案是惊人的大约410英里左右。这与发现大量液态水的过渡带的深度居然惊人的一致。难道这也是巧合吗？关于两极的入口呢，虽然一直显示这些入口的照片非常难以找到，并且网络上的许多照片都被 NASA 修改过，但确实是有一些照片和视频也显示了在南北两极出现了一些奇异的现象。其中有一些照片是在1968年由卫星拍摄的。那在一张照片中，北极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而在另一张同一区域的照片中却没有任何的云，取而代之的是在极点所在的位置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仿佛深不见底的洞穴。关于阿加莎地下世界的概念呢，其实信不信就取决于你个人的判断。你相信它有呢，它就存在；如果你不相信它呢，它就不存在。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